888元买一盒榨菜，你没听错啊，就是小时候5毛钱一包的榨菜，卖出茅台的价格，连饮料都喝不起了，3块钱以下的饮料集体消失下架了。方便面越来越贵了。奔驰、宝马在降价，泡面、榨菜、肥宅水啥的却在猛涨价。你说赚富人的钱它不香吗？为什么这个市场它就非得收割穷人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在中国大陆，可乐、榨菜和方便面因为其价格非常便宜而又美味，被网友们戏称为是穷鬼3件套。但政府在整日高喊着刺激消费，而百姓却因收入下滑而捂紧钱包时，普通民众惊恐地发现，这价格亲民的穷鬼3件套也是涨价了。吃国货支持国货，吃百香方便面，这么大一桶，它没涨价，还是5块钱。康师傅的方便面之前小桶的涨完价，刚刚涨完价不久，现在它大桶的又要涨价了。大桶的之前卖5块5，现在它涨价要卖6块了。泡面都快吃不起了，刚就买了2盒泡面，是吧？康师傅大桶的已经涨到6块钱了，小桶的也涨到4块5了。老板说有的店都已经涨到5块了。本来想买个大桶的，想了想就没舍得，就买了个小桶的，也挺心疼啊。都卖到3块了，2块5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难道是这个面的成本贵了吗？粮食贵了吗？没有。工人的工资涨了吗？也没有。用费贵了吗？也没有贵。应该从油车换成电车了，换成大车换成汽车了，更省钱了。反而现在这个方便面已经从2块5涨到3块了。物价天天都在涨，老百姓真的是生活成本越来越高，真的是活不起啊。唯独你的工资没有涨。可乐公司出来解释了，说什么呢？说大宗商品涨价了，也就是白糖涨价了。那制造可乐呢需要白糖，所以我们可乐啊也得跟着涨。330毫升的可乐原来2块钱，现在呢涨到2块5。550毫升的可乐呢原来3块钱，现在涨到了3块5。最早一包乌江榨菜70克多少钱？5毛钱。现在多少钱？3块钱。这里的榨菜4块钱一包，我靠，我不努力点，连榨菜都吃不起了。那么为什么方便面和榨菜都在涨价呢？因为这背后是中共对百姓的算计。一名女博主分析指出原因：你不消费好，那我就提高你的生活费。这平民3件套都开始涨价了。你知道3件套是啥吗？方便面、榨菜、可乐。这平民啊对价格本身就很敏感，那这3件套都涨价了，平民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虽然这可乐、榨菜、方便面才涨了几毛钱，倒看着不多，但是对于几块钱都要掰开了花的人来说，其实很在意的。可乐、榨菜与方便面这些价格相对平民化的食品，曾被中国的消费者看作是穷人3件套。但在中国物价持续上涨、原材料成本增加和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，它们的价格持续在走高。关注于中国经济政策和社会趋势的财经媒体平台智谷趋势在2024年发文表示，泡面、榨菜和可乐涨价的背后是一轮针对下沉市场的涨价潮，正飞速蔓延。该文中指出，方便面消费群体大多是务工的人员，他们需求就是快、便宜、能吃饱。但在当下的中国，能同时满足这些条件，而价格又比方便面低，比方便面更容易获得的食物显然是极少。所以呢，哪怕是方便面涨到5块钱一桶，仍然是最有性价比的，人们该买还得买。那么以此类推呢，培林榨菜和可口可乐也具有同样的垄断性的地位。这个趋势文章表示，当房价跌跌不休，汽车内卷严重，业绩压力山大时，没有人的日子会是好过的。而这波围剿普通人的涨价潮也才刚刚开始。视频人严丹发文指出，本该对老百姓餐桌、菜篮子负有重责的中共政府，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扶和救助，甚至呢还在寻找敛财对象，要精准无误地针对穷鬼们来一场不留余地的洗劫。中国经济不断恶化，也出现与之相匹配的消费场所。快，看过来，天津大城低消费区的网吧只需要1块钱1个小时，大锅菜10元管吃饱随便造，路边摊坐等聊聊天也方便，8元羊汤随便喝，路边1元烤串美滋滋。想要省钱，8元面馆管吃饱，
寡逼日租房15元住上一住。在外漂泊的人四海为家，走到哪里是哪里，住廉价日租寡逼房，省到就是赚到，还要什么自行车呢？在中国某地，竟然出现了1元钱1碗的菜和1元的自助餐厅。哎，师傅，那你们一块菜有么子的？有青椒肉丝、胡萝卜肉丝、腌菜肉丝、胡萝卜烧鸭、头肉肉丝、冬瓜肉丝、酸辣头肉丝、小炒黄豆芽、清炒大白菜、清炒汉菜，这连起1个星期不带重样的。你们看这菜的分量真的还蛮扎实的啊！味儿也可以，米饭也是1块，汤面被喝到饱啊！哇，这一个来起10块，小橙子还没得好说的嘞。一个快餐店的1元自助究竟可以给一个门店带来什么哈？作为一个餐饮门店，没有人气就没有财气。大家可以看一下1元自助，有我们的水果，有我们的免费的粥，免费的小菜，每天现拌现炒，再加上馒头的自助，绝对可以把性价比做到极致。中国政权没钱了，就想尽办法逼着民众消费。甚至连人们日常生活必须用的煤气也成了中共收割的对象。网上查液化气每吨是4500到5000元一吨，成本非常的清晰。但液化气公司它将15元的液化气从以前的40元到60元的价格，现在直接暴涨到130元，涨幅高的特别离谱，百姓用的气儿成本也是翻倍了。而且我们拿着全新的煤气罐去灌气，那只要不是煤气公司它的罐，它就直接被挑上了危险品的标签，并且还不让我们使用。送气人员他随意的判定旧罐子过期的问题，回收再翻新，再把旧罐子以200元的价格重新售卖。而市场全新的罐子它仅仅就需要150元啊！中国当下真实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呢？很多行业的老板们都睡不着觉了。今年各行各业的现状，弄不好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敢说实话的人太少了。现在开烟酒店的睡不着觉，市场批发的睡不着觉，菜市场卖菜的睡不着觉，做实体餐饮的卖衣服的老板睡不着觉，做美容美发的老板睡不着觉，开公司的睡不着觉，制造业工厂也更加睡不着觉。那么即使这样，中共当局还在高喊着刺激消费。一名做贷款的女士对此进行回怼：30万1个月还800块钱的贷款都没有人用了，你还去刺激消费了？拿啥刺激了？根本就不需要刺激，谁有钱不会花了，对不对？谁有钱不知道享受生活，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？你有本事别去刺激消费，你去刺激收入呀！哎，你把老百姓的这个收入提高了，傻子都知道去消费，对不对？人们没钱了，工作也是越来越不好找。一名女士分享了当下的就业的环境，真的太离谱了。现在的就业环境已经到了极致内耗，甚至是恶性循环的程度了。我身边不止有一位朋友同学跟我吐槽他们的工作环境有多么的恶劣，就是说本来有一个员工干了其他岗位的活，已经身心俱疲了，最后受不了，甚至没有找好下家就裸辞了。那其他想要离职的员工深受鼓舞，也辞职了。那剩下来的员工就要干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活，那他们最后也会被逐层压榨，受不了。但是从公司的角度，他们又不招人，为了降本增效嘛，一直就不招人。那剩下的员工就一直在干多个岗位的活，就一直受不了就想裸辞。但是事实上大家都很缺钱，大家都需要生存，但是呢这个活实在是太累了，真的受不了了，无法上下去了，那导致身心俱疲，只能裸辞或者是离职。就拿我们银行网点来说，我们这个基层网点非常非常的缺人，但是我们领导往上级根本要不来人，那我就意味着我们底下的员工一个人就得干多个人的活，我们甚至没有请病假，我们甚至没有生病的权利，我们没法生病。我还有其他的朋友，他的工作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，就这样他们员工每天还要加班。不少人在遭遇裁员失业以后，不得不选择摆地摊来维持生计。现在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商业现象，就是这个地摊大军，太多的地摊了。整个这种成都、重庆、西安、杭州，甚至合肥、武汉、长沙，据说都有2万多个地摊啊。那么他们影响的全都是实体商家的生意。那这些人花10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投资租房，结果生意全都被这些地摊大军给吃掉了。
然后这个地摊大军呢，感觉还会越来越多。你看蜜雪冰城都把店员派到周围去摆摊去了啊，店铺只来制作，然后摆摊去抢客户。地摊大军不断涌起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实体店的倒闭潮。闭店，大到商场，小到2元店，无一幸免。现在电商冲击实体实在太严重了，都干不下去了。以前我们去逛街，再大的商场都有人进，再小的店都有人。想当年这个地方真的是一铺难求。2025年才过去不到一半，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感到分外的焦虑。有人总结，为什么2025年会过得这么难？今年为什么这么难？你说为什么？敢想敢干投资创业的，不是没生意，就是被骗了；埋头苦干打工上班的，不是被裁员，就是没活干了；事业返乡回家过渡的，不是在躺平，就是颓废了；想要咸鱼翻身上岸的，不是没人帮，就是资金链断了。现在是挣钱没门路，贷款是黑户，买张彩票想暴富，开奖号码都不是你选的数。眼前是生意没法干，工作没地儿干，躺在家里吃闲饭，亲朋好友都不把你正眼看。生长在中共的统治下，不少人都发自内心的感到是身心俱疲。一名博主总结说，房贷车贷像2座大山，医疗教育是2把快刀，物价涨的是比工资还要快，存款更是跑不过膨胀，年轻人拼命的挣，中年人不敢生病，老年人怕拖累，就是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在为钱发愁而已。最讽刺的是什么？我们明明创造了全球第2大经济体，却活成了最疲惫的一代人。而下面这个视频更让人感到揪心。一名85岁老奶奶为了第2天能够赶得上早集，于是直接睡在马路边。85岁的老奶奶本应是儿孙满堂，安享晚年，但她却为了维持生计而睡在大马路上。这是对中共最现实的讽刺，也是中国人饱受中共奴役最真实的写照。而如今，从中产阶级到底层百姓，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再到年迈的老人，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遭受着中共的压榨。这样的政权怎么可能长久呢？很多人都在等那一声惊雷，等待星星之火的到来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